西域的楼兰和居师两国以战败归降，乌孙则与汉朝和亲，建立了联盟。于是汉朝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大渊。大渊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周围，首都贵山城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桑塞。大渊以盛产汗血宝马而闻名于世。汗血宝马是战马中的顶级品种，它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盈，奔跑时流出的汗水呈鲜红色，犹如鲜血，因此称它为汗血马。此马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强。汉朝第一个知道此马存在的，便是出使西域的张骞。他回来后，向汉武帝描述了这种战马的威猛，于是汉武帝就让出使大渊的使者带一些汗血马回国。可使者回来后告诉汉武帝，大渊确实有很多的汗血宝马，可他们听说汉朝想要，就全都给藏了起来，不肯送给汉朝。既然不肯送，那就交换或者购买。汉武帝再次派出使者，让他们携带着用纯金打造的金马去交换汗血宝马。可大渊国王依然不为所动，还是不肯交换。这让汉朝的使者非常的气愤，当场就将金马敲碎，然后扬长而去。可大渊的国王比他们脾气还要大，直接派出军队，在半路上截杀了所有的汉朝使者，并将大量的财物也给抢走了。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决定出兵大渊。据听说，大渊将汗血宝马藏在了20城，于是汉武帝便任命李广利为20将军，率领万余大军出征大渊。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派李广利出征呢？一方面，霍去病在漠北之战的第3年就去世了，2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06年，卫青也因病去世了。另一方面，汉武帝认为他过去能缔造出帝国双璧，现在也依然可以。于是他就将目光瞄准了另一个同样是外戚的李广利。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夫人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李延年，他们是中山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定州市人，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全都是昌人。昌人就是歌舞杂戏的艺人。但是不知何故，李延年因为犯法被处以了宫刑，到狗监去任职了。有一次在举行祭祀的时候，需要乐师演奏，就把李延年给选中了。由于他技艺超群，被汉武帝赏识，从此便经常在宴会上唱歌助兴。有一次，李延年编了一首新曲，汉武帝听后赞不绝口，不由得感叹说：“世上果真有歌中所描绘的这般女子吗？”平阳公主连忙说：“这个词曲中所描绘的女子，便是李延年的妹妹，确有其人。”于是汉武帝连忙召见，果然是一个美人。随后她便被带入宫中，不久后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也就被汉武帝封为了夫人。可是李夫人红颜薄命，生下儿子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李夫人的2个哥哥却被汉武帝重用。李延年被任命为协律都尉，李广利则被封为了20将军，率军出征大渊。他们一路跋涉，渡过了盐水及今天的罗布泊。可是由于大渊国早已和西域诸国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给汉军提供粮草和补给，李广利没办法，只能一边走一边打。如果能打下来，他们就可以饱餐一顿，打不下来就只能撤军后继续西行。就这样，他们边走边打，总算来到了玉城城。玉城城隶属于大渊，位于今天安吉延氏以东的乌兹根城。此时一场大仗都还没打呢，可李广利的数万大军就只剩下了几千人，而且还都是饥饿疲乏的状态。李广利下令攻城，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最后李广利和属下们一致认为，此时连玉城城都攻不下来，大渊的国都就更别想了。于是汉军便原路返回，撤到了敦煌。
就这样，李广利历时2年，率领数万大军出征，战果没有一点，士兵却只剩下了不到2/10。他给汉武帝上书说，这次出征不仅路程遥远，而且还缺乏粮草，现在剩下的士兵也不多了，希望能让他暂时撤军，等补足了兵源后再前来攻打。汉武帝看完奏折后，气的是雷霆大发，数万人出征，连个汗血宝马的影子都还没见呢，就差点全军覆没了，还有脸回来？他立即派人守住玉门关，并下令改有军人擅自入关者立斩不赦。李广利这才感觉害怕了，只能继续留在敦煌等候发落。可就在李广利手足无措的时候，匈奴那边却出事了。此时匈奴的单于又换人了。伊稚茶死后是乌维继位，可没过几年乌维也去世了，由其儿子乌师卢继位。因为他年龄太小，所以也称他为儿单于。就在李广利西征大渊的这年冬天，北方下了场大雪，使匈奴多半的牲畜都冻饿而死。再加上儿单于喜欢杀人和打仗，使国人多有不安，于是匈奴的左大都尉就想杀掉儿单于。行动之前，他秘密派人告诉汉朝，他杀掉单于后就投降汉朝，请汉朝务必做好接应工作。汉武帝连忙命令公孙敖去修建一座受降城，以迎接左大都尉。受降城修建在今天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以东50公里的新呼热。可受降城修好后，汉武帝还是觉得距离匈奴有点太远了，于是他又派赵破奴率领2万骑兵从朔方郡出发，翻过阿尔泰山去迎接左大都尉。汉朝这边一切准备就绪，可左大都尉那边却出现了问题。他的反叛行动还没开始，就被儿单于发现后给斩首了。紧接着，匈奴派出了8万骑兵向赵破奴杀了过来。赵破奴率领大军赶紧撤退，但还是有数千汉军被匈奴俘虏。他一连跑了好几天，才跑到了距离受降城不足200公里的地方。这时他们实在是跑不动了，于是就停下来休整。可就在他们休整的时候，匈奴的8万骑兵已经将他们给包围了。最终，赵破奴以及剩余的汉军全部投降了匈奴。匈奴继续率军来到了受降城，可在公孙敖的顽强抵抗下，匈奴久攻不下，只能撤军北去。消息传回长安，朝野震动。此时，距离卫青和霍去病去世才短短几年，汉朝大军就两面受挫。最终，汉武帝决定先不去管匈奴，准备全力对付西域。因为大渊如果拿不下来，那么之前在西域所取得的所有战果就都将灰飞烟灭。于是汉武帝下令，首先赦免囚徒，让他们前往敦煌报道。结果1年之内，前去报道的人数就达到了6万之多。其次，为大军准备充足的粮草辎重，其中牛10万头，马3万匹，驴和骆驼数万头，以及大量的粮草和兵器。第三，增调50余位校尉军官一起出征，以及工匠若干。听说大渊的都城内没有水井，这些工匠们的任务就是将流向都城内的河流改道，使他们没水可用。第四，为了防止匈奴偷袭，征调18万甲卒进驻酒泉郡和张掖郡以北，新增居延县和修楚县筑城防守。最后任命2个直驱马校尉，准备在攻破大渊后选取良马。此战的兵力之多，布阵之豪华，自汉朝开国以来都是十分罕见的。一切准备就绪，公元前102年秋天，李广利再次率军西征。沿途经过的西域小国见汉军如此强大的阵容，再也不敢造次，都纷纷的开门迎接，并为汉军提供粮草。可是轮台国例外。轮台国地处西域中部，故址在今天新疆轮台县的东南。既然不配合，那汉军就只能攻打，一连进攻了好几天，才将轮台国给攻破了。破城后，轮台国被血洗，之后再也没有敢阻拦汉军的小国了。他们一路西行，来到了上次惨败的玉城城。但是这次李广利并没有在玉城城浪费时间，他只派了1000余人去攻击玉城城，其余大军则直接进攻大渊的都城桂山城。先行到达桂山城的有3万多人，在李广利的命令下，汉军万箭齐发，射向准备迎战的大渊军队。大渊士兵抵挡不住，只能退回城内固守。
汉军也不再攻击，而是将桂山城团团围住，再让工匠们开始改道河流，使城内断水。一连围困了40多天，桂山城内终于坚持不住了。大渊的贵族们经过商议，决定杀掉国王，与汉朝谈判。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汉军退兵，他们就将汉歇宝马全都交给汉军，任其挑选。如果汉军不同意，他们就将汗血马全都杀掉，然后再联合康居国和汉军抗争到底。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康居国是不可能跟他们联合的。此前，李广利留下1000多人去攻打玉成城，结果只有少数人逃了回来。李广利又派上官桀去攻打玉成城。上官桀可是个猛人，他很快就将玉成城攻破。玉成王战败后逃往康居，可上官桀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了康居。他告诉康居王，如果不交出玉成王，汉军就连康居国一起攻打。康居王不想惹事，就将玉成王给交了出来，玉成王被杀。所以李广利知道康居国是不会和大渊国联合的，但是他听说有汉人正在桂山城里为他们挖井，而且城内的粮草也很充足，继续战斗下去意义不大，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同意和谈。最后大渊放出了所有的汉歇宝马，任其挑选。汉军的2个直驱马校尉挑选了几十匹好马，然后又在中等以下挑选了公马和母马，共3000多匹。然后李广利又任命了倾向于汉朝的大渊贵族媚采为新的大渊国王，与其签订盟约后班师回朝。在回朝的途中，西域各国听闻大渊战败，都打发自己的子弟跟随汉军去长安朝见纳贡，有一部分则留在了长安当质子。至此，历时4年，2次征伐大渊的战争总算是结束了。此战虽然胜利了，可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惨重的。当李广利率军进入玉门关的时候，大军只剩下了1万多人，战马仅剩下1000多匹。回到长安后，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10亿8000户。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100年，汉武帝任命苏武为中郎将，出使匈奴。此行的任务是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回国，跟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副使张胜、使臣常惠等100多人。苏武是苏建的次子。苏建我们之前提过，他跟随卫青3次出击匈奴，立有战功。但在漠南之战的时候，苏建和赵信率领3000轻骑出击，没想到遭遇了匈奴的数万骑兵。最后赵信投降，苏建只身1人逃回了大营。战后汉武帝定他为死罪，他用钱赎了1条命，但被废为了庶人。几年后他再次被启用，担任了代郡太守，直到病死。苏建的3个儿子也都入朝为郎。次子苏武逐渐被提升为夷中旧监，是掌管鞍马鹰犬的涉猎之官，直到他这次出使匈奴才被提升为中郎将。那么苏武为什么要护送匈奴的使者回国呢？这还要从匈奴的单于说起。公元前102年4月，继位仅3年的单于去世。他去世后本该由他的儿子继位，但他本身就是单于，他的儿子就更小了。于是匈奴的贵族们就推举了单于的叔父吼离胡继位。然而吼离胡继位仅1年就病逝了，再由他的弟弟居低侯继位。就这样，汉武帝一个人已经活活地熬死了匈奴的5任单于。当然这还不是极限，他之后还要再熬死2任。之前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会经常互派使者，可后来匈奴就开始扣押汉朝的使者，前后有10余批使者被匈奴扣留，不让回国。于是作为礼尚往来，汉朝也就扣留了匈奴的使者。直到居低侯单于继位后，才改变了对待汉朝的策略。此时的匈奴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他不想继续与汉朝为敌，想缓和双方的关系。于是他不仅准备把之前扣留的汉朝使者全都给释放了，还承认大汉的皇帝是自己的长辈。汉武帝非常高兴，派苏武等人出使匈奴，护送之前被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回国，并且还给居低侯单于带去了礼物。匈奴是游牧部族，没有固定的定居点，所谓王庭也是单于走到哪里，哪里便是王庭。
很多人会把王庭和龙城认为是同一个地方，其实龙城只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当然，此时单于的王庭距离龙城也不会太远。苏武等人长途跋涉来到了匈奴，在这里，双方交接了使者，互赠了礼物。任务完成后，他们就准备返回汉朝了。可就在这时，匈奴却有人发动了政变。发动政变的是勾王和于长。他们两个虽然也都是匈奴人，但他们之前是浑邪王的部下。霍去病2次出征河西走廊后，他们跟着浑邪王一起投降了汉朝。投降后，他们就被安排到赵破奴的军中继续效力。可是，在迎接左大都尉的那次战役中，他们跟着赵破奴又一起投降了匈奴。就在苏武等人到达匈奴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发动政变。他们的计划是先杀掉卫律，然后再劫持单于的母亲和胭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杀卫律呢？卫律原本是胡人，他的父亲归顺了汉朝后，他就一直在汉朝生活。在此期间，他还交往了一个好朋友，名叫李延年。李延年的妹妹是李夫人，哥哥是20将军李广利，还有个弟弟名叫李绩。李延年受宠后，就向汉武帝推荐了卫律，汉武帝便派卫律出使匈奴。可正当卫律要从匈奴返回的时候，却听说李延年被杀了。李延年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的弟弟李绩淫乱后宫。汉武帝认为李延年包庇了自己的弟弟，于是就下令将李延年和李绩全都给处死了。卫律是李延年推荐的，现在李延年已经被处死，他害怕回去后也受到牵连，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降了匈奴。匈奴的单于对他非常的器重，他也就成为了单于非常重要的谋臣，被封为丁陵王。发动政变之前，于长来找苏武的副使张胜，他们两个在汉朝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于长对张胜说：“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我听说皇帝非常痛恨卫律，所以我打算除掉他。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希望你回到汉朝后，让朝廷给我母亲和弟弟多些赏赐。”张胜觉得这是个好事，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还给于长资助了很多的财物。张胜作为副使，这么大的事竟然不给苏武汇报，就自作主张地答应了于长，而苏武却一直被蒙在鼓里。1个月之后，单于外出打猎，勾王和于长等70多人便趁机发动了政变。可就在起事前，他们手下的一个人趁夜逃跑，揭发了他们起事的计划，导致政变失败。最终，勾王战死，于长被活捉。直到这时，张胜才发现事情已经无法收拾了，赶紧去找苏武商议。苏武听后良久无言，他非常明白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他们作为汉朝的和平使者，竟然偷偷地支持匈奴内部人员发动政变。到时候，不仅是自己会受到牵连，就连大汉王朝的荣誉也会受到玷污，还会再次激起汉匈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便打算自杀，用自己的死来平息事端，但被张胜和常惠给拦住了。不久后，于长果然供出了张胜。单于让卫律去审问张胜和苏武，最好是能招降他们。卫律来了之后，苏武很快便明白了卫律的来意，他知道自己只能以死来保全汉朝的荣誉了。于是苏武没等卫律讲完，便拔刀刺向了自己。卫律大惊，赶紧派人去找大夫。等大夫来的时候，苏武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可大夫的医术还算高明，最终还是将苏武给救了回来。单于知道后，非常钦佩苏武的节操，便每日早晚2次派人来探望苏武的病情。几天后，苏武慢慢地苏醒了过来。既然死不了，那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活着回到汉朝。单于知道苏武苏醒后，连忙派卫律继续前来劝降，可苏武还是不肯低头。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卫律当着他的面亲手斩杀了于长，随后又准备斩杀张胜。张胜害怕，立即就下跪投降了。可面对苏武，卫律想尽了一切办法，可苏武始终是不为所动。恼羞成怒之下，单于便将苏武给扔进了一个地窖之中，不给吃也不给喝。此时正是冬天，寒冷的北方大地上漫天飞雪。阴冷潮湿的地窖中，苏武冻饿交加，但他始终不吭一声。一连几天过去了，
单于觉得苏武应该已经死了，就算不被冻死，也应该已经被饿死了。于是他就让人下去收尸。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苏武竟然还活着。匈奴人都以为苏武是有神灵在护体，可事实上，苏武之所以没被饿死，是因为他在地窖中找到了吃的和喝的。吃的是衣服上的毡毛，喝的是飘进来的冰雪。单于对他真的是无可奈何了，决定送他到北海去放牧。北海就是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并且告诉苏武，什么时候他放牧的公羊生下羊羔了，什么时候就放他回到汉朝。就这样，苏武孤身一人被送到北海去牧羊了。这里荒无人烟，没有粮食，没有果树，苏武只能找草根，抓野鼠来充饥。找不到野鼠，就挖野鼠的窝，吃野鼠储藏下的草籽。他每天都拄着那根代表汉朝使者的节杖，以至于后来上面的睫毛已完全脱落，只剩下了一根杆。在此期间，单于多次派人前来劝降，但苏武始终不为所动。就这样，他孤身一人在这里生活了5、6年，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等来了一群人。来的人是单于的弟弟于前王，他带人来北海打猎，见到了苏武。苏武帮助他编织了打猎用的网，还帮他们矫正了弓弩。于前王很喜欢他，临走前还给他赠送了很多的衣服和食物。3年后，于前王病重，临死前他还惦记着苏武，让人给他送来了马匹、牛羊、衣服等物。之后，于前王便病逝了。不多时，于前王送给他的那些牛羊又被丁零人给抢走了，苏武再一次陷入了穷困之中。而他的这种穷困还要再持续10几年，直到汉武帝去世，汉昭帝继位。这时，汉朝和匈奴再次达成和议，同意释放扣留的汉朝使者回国。可是，在释放的使者名单里并没有苏武。匈奴给出的理由是，苏武早就已经去世了。汉朝前来迎接的使者也不了解情况，就相信了匈奴。就在这时，当年跟随苏武一起前来的常惠偷偷地找到汉使，告诉他们苏武其实并没有死，而且常惠还给汉使出了个主意，让他们只有这样说，单于才会交出苏武。于是汉使便对单于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的时候，射中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绑着帛书，上面清楚地写着苏武正在北海牧羊呢。单于见隐瞒不住，只好交出了苏武。就这样，被扣留在匈奴19年的苏武，终于要踏上回国之路了。在19年的时间里，他拒绝了匈奴给他承诺的荣华富贵，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以及饥饿，持节不屈。他忠君爱国，崇尚气节，成为后世坚贞不屈的象征。公元前81年春，苏武回到了长安。汉昭帝让他去武帝元庙拜见了汉武帝，告诉汉武帝他不辱使命，终于回来了。随后他被拜为典属国，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官田2顷，住宅1处。公元前60年，苏武病逝，享年80岁。他的墓地位于今天咸阳市武功县的武功镇龙门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这是一场间接导致司马迁被处以宫刑的战役。我们会用2期视频详细的讲述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以及司马迁为何被处以宫刑，史记又是如何写成的。公元前99年5月，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任务是翻过天山去攻击匈奴的右贤王。战役的结果非常顺利，斩杀了匈奴万余人，这是李广利打过最漂亮的一仗。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单于的大军给围困了，双方焦灼了数天后，汉军依然无法突破重围。匈奴也不着急强攻，因为他们发现李广利的大军马上就要断粮了，只要再拖上几天，汉军就极有可能全部投降。李广利万分焦急，可又无可奈何。这时他军中的假司马赵充国不想就这样坐以待毙，他向李广利请命，准备亲率100名骑兵率先突围，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成功，李广利就可以率领大军跟在他们后面一起突围出去。李广利同意了他的战术，于是赵充国挑选了100名精兵，向匈奴的薄弱阵地发起了突然的冲锋。匈奴没想到汉军会如此突围，顿时就乱了阵脚。赵充国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身负20余处伤，依然在战斗。李广利则率领大军紧紧跟上。就这样，他们终于冲出了匈奴的包围圈。大军虽然突围成功了，可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惨重的，伤亡比重高达10之6、7。回到长安后，汉武帝亲自去探视了赵充国的伤情，拜其为中郎。9月份，汉武帝决定再次出兵。这次的主将分别是公孙敖、陆伯德和李陵。公孙敖我们之前讲过，是卫青的好兄弟，跟着卫青几起几落，已经是一名老将了。陆伯德之前也提过，漠北之战的时候，他以右北平郡太守的身份跟霍去病合兵一处，立下了战功。唯有李陵是个新人。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广一共有3个儿子，分别是李当户、李交和李敢。三子李敢我们之前讲过，漠北之战的时候跟随霍去病立有战功，被封为关内侯，但他认为父亲李广的死和卫青有关，就打伤了卫青，结果被霍去病一箭给射死了。四子李交曾任代郡太守，在李广还没去世的时候就早逝了。李当户是李广的长子，因为李广曾经俘虏过一名匈奴的当户，所以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李当户。他也是先于李广去世的，但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遗父子，便是李陵。他被汉武帝任命为骑都尉，带领5000名荆楚之地的勇士，驻扎在酒泉和张掖等地，教他们练习剑术。在李广利攻打匈奴右贤王的那场战役中，汉武帝本想让李陵负责给大军运送粮草，但李陵不太情愿，他认为自己率领的都是荆楚之地的勇士，希望能让他们上阵杀敌，而不是去当后勤。汉武帝也不勉强，就对他说，这次调动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你可以上阵杀敌，但没有战马可以给到你。李陵表示他不需要战马，只用这5000步兵，他就可以知道单于的王庭。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和胆略，汉武帝深受感动，同意让他出征。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安排陆伯德率领一支骑兵在中途接应李陵。然而陆伯德也不愿意给李陵做后备，但他并没有明说，只是给汉武帝写了一封奏书，表示现在刚进入秋季，正是匈奴的马最肥的时候，不可与之开战，希望能和李陵一起等到春天了再出战。汉武帝看后大怒，以为是李陵后悔了，又不敢直说，才指使陆伯德上书周旋的。于是汉武帝便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他让陆伯德率军赶往西河，去与公孙敖的大军会师，守住勾营之道。然后命令李陵马上从遮鲁帐出发。遮鲁帐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距延泽南边的一座城堡。他的任务是前往东郡基山以南的龙乐水附近搜索匈奴，如果没有发现匈奴，就返回受降城，将情况用快马上奏朝廷，同时还不忘提醒李陵，让他把具体给陆伯德说过什么也一起上奏。就这样，李陵率领着他的5000步兵从遮鲁帐出发后，向北行进了30多天，终于到达了郡基山。郡基山在今天蒙古国境内，属于阿尔泰山的中段。李陵扎营后，将沿途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绘制成图，派手下一个名叫陈布勒的骑兵回朝禀报。陈布勒告诉汉武帝，李陵带兵有方，得到了将士们的死力效命。汉武帝非常高兴，封陈布勒为郎官。此时陆伯德也率军在涿图山与公孙敖的大军会师了。涿图山位于今天蒙古国车车尔勒格的南部，但他们的2路大军并没有发现匈奴。那么匈奴人到底去了哪里呢？事实上，匈奴单于的3万主力大军正在向李陵的5000步兵包围了过来。李陵发现后，赶紧将大军撤退到郡基山的东西出入口。紧接着他用大车围成一个营垒，防止匈奴骑兵突袭。然后他亲自领兵冲出营垒，将队伍摆开。前排的士兵持着几何盾，后排的士兵则用弓和弩，并且下令听到击鼓就全力进攻，听到鸣金就快速收兵。匈奴见汉军不仅人数少，而且都是步兵，便命令骑兵直接扑向了汉军，准备一举将他们歼灭。汉军迁弩齐发，匈奴的很多骑兵应弦而倒。双方激战了片刻后，匈奴便开始败退，汉军奋起直追，斩杀匈奴骑兵数千人。
单于没想到这支汉军的步兵如此英勇，连忙召集左右贤王也一起赶过来支援。至此，李陵的5000步兵要对阵的匈奴骑兵达到了8万人之多。趁着这个间隙，李陵下令赶紧撤退。他们且战且退，几天后再次被围困在一个山谷之中。此时连日的苦战导致很多的汉军士卒都受了伤。李陵下令，凡是负伤3处以上的可以坐着战车走，负伤2处的负责去驾车，负伤1处的则继续参加战斗。安排完之后，他发现士气还是非常低迷，莫非是军中有了女人？经过搜查，还真就发现了不少的女人。这是军队出发前，士兵们抢了被流放到边塞盗贼们的妻女后占为己有，然后就藏在运粮车中，一路随军出发。李陵下令将这些女人全都给砍了。第2天再战，果然又斩杀了匈奴骑兵3000多人。随后他们向东南方向沿着固龙城道继续撤退，走了4、5天后，被大片的沼泽芦苇挡住了去路。单于见他们跑不了了，就下令放火烧芦苇，准备将他们全部烧死在这里。可李陵已经提前放火烧出了一片空地，这样外面的大火就烧不到他们了。之后李陵率军继续向南撤退，可当他们跑到南山脚下时，发现匈奴的大队人马早已在山上严阵以待了。单于觉得这次李陵是插翅难飞了，于是他想让自己的儿子立功，让其率军向李陵发起攻击。李陵快速地让士兵们进入树林之中，与匈奴展开周旋。在树林里，匈奴的骑兵发挥不了优势，于是又被汉军斩杀了数千人。随后李陵下令向山上的单于射箭，单于只能退走。此战中，李陵抓到了一个俘虏，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匈奴内部意见不合。匈奴的单于认为这是一支汉朝的精兵，他们一直向南撤退，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引到边塞，那里肯定有汉朝的大军已经提前埋伏好了，就等着他们上钩呢，所以不能再追了。可单于的部下认为，匈奴的数万骑兵如果打不过汉军的几千步兵，一旦被西域诸国知道后，他们从此就不会再听从匈奴了，而且也会让汉朝更加的轻蔑匈奴。所以务必将他们围困在山谷之中，即使最终他们还是跑了，可到那个时候再撤军也还来得及。通过以上情报，李陵分析认为，他们无论如何要跑出山谷，只要到达平地，匈奴就有可能不再追了，他们才会有生还的希望。于是双方都清楚此战的重要性，便不再保留实力，展开了殊死搏杀。战斗整整打了1天，交战了数十个回合，汉军再次杀敌2000余人。匈奴已经尽力了，单于便打算放掉这支汉军。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军中有个名叫管敢的军侯，因为被校尉欺负，投降了匈奴，并且告诉单于：第一，李陵的箭快要用完了；第二，这是一支孤军，并没有其他大军接应；第三，李陵和韩延年各率800人排在前阵，分别以黄白2色作为旗帜，只要能派出精兵射杀骑手，即可破阵。单于大喜，连忙命令骑兵合力攻打汉军，并且喊道：李陵和韩延年，快点投降吧！李陵率军继续且战且退，还没等冲到低汉山，1天之中就射出了50万支箭。随后他们丢弃了战车，快速地向南撤退。此时汉军还剩下3000多人，可武器却没有了，箭矢已全部用完，很多士兵连长刀都没有了。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不放弃抵抗，有人斩断车轮的辐条当武器，有人则拿着刀笔继续战斗。之后他们便被逼进了一个峡谷之中，还被匈奴给切断了退路。匈奴人居高临下，从山上的险要之处往下扔垒时，汉军无法躲藏，很多人被砸死。夜幕降临，李陵换上便衣，独自出营，试图去刺杀单于。可过了很久，并没有找到机会。李陵回来后叹息道：兵败如此，唯求一死。军吏对他说：将军威震匈奴，之所以落到今天的死境，只能怪苍天，不遂人愿。不过将军也不要绝望，当年赵破奴被匈奴俘虏，可若干年后他却逃了回来，回来后还依然受到天子的重用。赵破奴如此，将军为何不可呢？可李陵拒绝投降，他说：吾不死，非壮士也。
然后李陵命令士兵砍掉旌旗，把所有的珍宝就地埋藏，并对士兵们说，如果每人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定会突出重围。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战了，天一亮就只能束手待擒了。所以不如大家各自散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也能有个人回去给陛下报告。之后他让将士们每人装上2升米和1块冰，开始各自突围，并且约定在遮鲁章会合。夜半时分，汉军开始突围。汉军本想敲鼓的，可发现鼓已经破了。李陵和韩延年一起上马，率领着10几个人向匈奴发起了冲锋。他们的目的是引开敌人，让其他的士兵可以趁机突围。匈奴得知李陵率军准备逃跑，便立即派出数千骑兵紧追。在追击的过程中，韩延年战死了。李陵长叹一声，下马投降。其他的汉军则四处突围，最终有400多人成功地撤退到了遮鲁章。其实李陵兵败的地方距离遮鲁章只有100余里地，边塞得知情况后赶紧上报朝廷。此时汉武帝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李陵的战报，并且还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也都召了过来。他认为李陵应该已经战死了，可相面的人告诉他，从李陵母亲和妻子的脸上并没有看到死丧之色，因此李陵应该还没死。几天后，当得知李陵已经投降的消息后，汉武帝大怒，责问之前回来报信的陈不勒。陈不勒只好自杀了之。然后汉武帝便让百官商议，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卖国。汉武帝又问太史公司马迁的意见，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上期我们讲到，李陵战败后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回长安，举国震惊，这让大汉王朝的国威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那么这场败仗该让谁来承担责任呢？以汉武帝的自负，他绝不可能承认是自己的战略有误，那就只能是李陵的问题了。善于奉承的大臣们也都纷纷进言，要求严惩李陵。可这时候太史令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要为李陵鸣不平。司马迁，夏阳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韩城市人，他的父亲是太史令司马谈。公元前108年，36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也成为了太史令，开始着手编写《史记》。可由于他的这次发言，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对抗数十倍于汉军的匈奴骑兵，结果还能杀敌万余，可以说是虽败犹荣，自古名将也莫过于此了。而且李陵兵败投降，绝非是贪生怕死，他一定是为了等待时机，再伺机报效朝廷。司马迁的这番话犹如平地惊雷，他这是在赤裸裸地挑战皇帝的威严。因为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一方面是替李陵辩解，另一方面其实是想贬低20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打过的几次大仗都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出征，可结果或是惨胜，或是惨败。可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受过处罚，而且还不断地加官进爵。于是愤怒的汉武帝当即下令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在牢房里，他被枷锁锁住，酷吏们对他施行了棍打和鞭笞的刑罚。这件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汉武帝也逐渐意识到，李陵之所以战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的兵力悬殊太大，而且又没有为他提供应有的救援。所以他的思想也有所转变，他派人去慰问了李陵的残部。之后又派公孙敖率军前往匈奴的境内，寻找机会营救李陵。然而公孙敖到达汉匈边境后，守望了1年多，也不敢深入匈奴的境内，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且他还根据道听途说的谣言，回来后告诉汉武帝，李陵正在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朝，所以我们没办法把他给接回来。汉武帝听后大怒，立即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全家老小全部都给诛杀了。消息传到塞外，李陵异常的悲愤。有一次，一个汉朝的使者前往匈奴，李陵就问使者，我率领5000部族横扫匈奴，只因为没有等到救援而战败，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汉朝？皇帝要诛杀我全家。使者告诉他，皇帝之所以震怒，
是因为他听说你正在为匈奴练兵，以对抗汉朝。”李陵听后哭笑不得，他告诉汉朝使者，给匈奴练兵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李旭啊。李旭原本是汉朝的在外都尉，后来投降了匈奴。不仅单于对他礼遇有加，坐祀在李陵之上，而且单于的母亲，也就是匈奴的大胭脂，和李旭的关系还很不一般。李陵了解了他全家被杀的缘由后，更加的悲愤和无奈，不知道该找谁去报复，于是便将怨气都撒在了李旭的身上。随后他就派人刺杀了李旭。大胭脂得知李旭被李陵给刺杀了，非常的气愤，非要杀了李陵不可。单于也没办法，只能将李陵先藏到北方，直到大胭脂去世后，才又将李陵给接回来，并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封他为右孝王。之后，单于派李陵去北海劝降苏武，他为苏武摆下了酒宴，两人开始叙旧。之后，他便对苏武说：“你此生是难以回到汉朝了，总不能就一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白白的受苦吧？而且你在这里坚守信义，又有谁能看得见呢？我走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离世，妻子也已改嫁，家里只剩2个妹妹、2个女儿和1个儿子。现在你已离家10几年，他们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一定了。人生就如朝露一样短，你何必要让自己受这么久的苦呢？”这时苏武才明白了过来，李陵并不是单纯的前来看望他，而是来劝降的。于是苏武果断地拒绝了李陵的好意，让他不要再说了。两人又喝了几天的酒，李陵还是不死心，再次劝说苏武。苏武愤怒地说：“如果你一定要劝我投降，那就请你停下今日的欢宴，我直接死在你的面前好了。”李陵见苏武如此真诚，不由得长叹道：“真是义士啊！”说着便流下了眼泪，诀别苏武而去。我们之前讲过，直到汉武帝去世，汉昭帝即位后，苏武才回到了长安。由于李陵当初与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好友，他们掌权后就派人去匈奴接李陵回来。可李陵却说：“我回去是容易，只怕会再次蒙受耻辱啊。”于是他拒绝了汉朝使者的迎接，继续在匈奴又生活了20多年，于公元前74年病逝于匈奴。李陵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再回头来看下司马迁。远在匈奴的李陵并不知道，因为他的缘故，司马迁也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当公孙敖告诉了汉武帝李陵正在给匈奴练兵的消息后，汉武帝先是诛杀了李陵全家，随后就给司马迁定了诬枉之罪。根据汉朝的律法，此罪当斩。但是汉朝也有规定，就算被判为死刑，也不一定非要处斩，还有另外2种办法可以免除死刑。一种是交钱赎罪，之前李广、公孙敖、苏建、张骞等人都是被定为死刑后交钱赎罪的。另一种便是接受宫刑。司马迁当然也想交钱赎罪，可是要交的可是50-60万钱，作为一名清廉的史官，他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而且他的亲朋好友因为害怕触怒皇帝，也不敢出面相救。于是48岁的司马迁需要在死亡和接受宫刑之间做出选择。对于他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唯一让他割舍不下的就是那部草创未就的史书《史记》。最终司马迁选择了宫刑，他需要活下来，继续完成那部评判天下是非的史书。公元前98年，太史令司马迁接受完宫刑后，离开被关押了1年多的牢房。出狱后不久，他就被重新启用，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负责起草诏书和管理公文。从此他就跟随在了汉武帝的身边。这个职位地位虽然卑贱，但是权力重大。可他却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史书的写作当中。就这样，他在最脆弱的时候爆发出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终于完成了这部旷世奇书《史记》。他从黄帝一直记录到汉武帝时期，共130篇，50余万字，包含了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5种体力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政治、经济到科学艺术，
乃至文化民俗，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立了纪传体通史的新题材，成为了正史的典范。没有人知道这部剧组真正的完成时间，因为直到司马迁去世，此书的全貌也没有向世人公开。司马迁知道他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以他的这部史书必然不会被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们所能容忍。为了保证《史记》可以流传下去，他费尽了苦心。他让副本流传于京城的市井之中，而将全本的手稿则托付给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是杨敞的夫人，杨敞到汉昭帝的时候升任为丞相。他们生有2子，其中次子杨运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就经常将《史记》的手稿拿出来给他阅读。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经常是爱不释手。等到他成年后，被封为平通侯。这时他觉得朝政比较清明，是外祖父的这部巨著重见天日的最好时机了。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将《史记》的全本手稿给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统的儒家都把《史记》视为谤书。直到东汉时期，这部著作才逐渐被认可，开始影响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方向。到了西晋时期，由于司马家族的人做了皇帝，司马迁以及他的《史记》才彻底摆脱了主流学者的贬斥，受到了官方的推崇。公元310年，在司马迁的故乡，如今韩城市芝川镇的高岗上，一座宏伟的司马迁祠拔地而起。到了元代，司马迁的衣冠冢才在此铸建。由于司马迁的这部《史记》，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文献可查。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90年，之前被打的跑到漠北的匈奴又死灰复燃了，派兵入侵了五原郡和酒泉郡，掠杀汉朝的边民。驻守在这2个地方的汉军出战不利，连领兵的都尉都给战死了。同年3月，汉武帝决定派出3路大军，再次出兵匈奴。第一路由李广利率领7万人从五原郡出发。五原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镇西北。第二路由商丘成率领3万人从西河郡出发。西河郡的治所在今天陕西省府谷县与内蒙古准噶尔旗交界的沙梁川。第三路由马通率领4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汉武帝的作战部署已安排妥当，李广利便准备从长安出发前往五原郡。临行前，丞相刘屈毛前来给李广利饯行。他2个是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嫁给了刘屈毛的儿子。刘屈毛不仅是左丞相，而且还是汉武帝的侄子，颇得汉武帝的信任。离别前，李广利拜托刘屈毛在朝中多想办法，立李广利妹妹的儿子刘颇为太子。汉朝不是有太子吗？那么之前的太子呢？之前的太子是卫子夫的儿子刘据，他从7岁就被立为太子，已经当了32年的太子了。可是1年前，汉朝爆发了著名的巫蛊之祸，起因是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公孙贺我们之前讲过，他迎娶了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于是他就成了汉武帝的连襟，卫青的姐夫，霍去病的姨父。从此他便跟着卫家一起受宠，一直升到了丞相。可他的儿子公孙敬升是个纨绔子弟，不仅骄横奢侈，而且还违法乱纪。随后就有人揭发说，他不仅和杨氏公主私通，还买通巫师，在汉武帝前往甘泉宫的路上埋藏木偶，以诅咒汉武帝。于是公孙贺父子俩被捕入狱，双双死于狱中，而且还被诛灭了全族。可事情并没有完。此事发生后，汉武帝让江充去彻查此案，结果他用酷刑和栽赃迫害的方式逼人认罪，导致数万人因此而丧命。杨氏公主、卫子夫的女儿朱翊公主、卫青的儿子卫抗也在此事件中被杀。最后竟然连太子刘据也给牵扯了进来。太子感到恐惧，就起兵反抗，准备杀掉江充，结果却遭到了汉武帝的派兵镇压。最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由此太子的位置便空了出来，需要有人接替。李广利就想争取让自己的外甥继承太子之位。
在这件事情上，李广利和刘屈毛的利益是相通的，于是刘屈毛便爽快地应承了下来。解决了这件大事，李广利便放心地前往五原郡，准备率领大军出发了。再来看匈奴这边，此时匈奴的单于是葫芦孤单于，他听说汉军要重兵压境，便马上开始部署应对。首先，他将所有的粮食辎重都储藏于赵信城北面的雉居水。雉居水即今天的色棱格河，流经俄罗斯的恰克图市以西，最终注入贝加尔湖。其次，他命令左贤王将东方的各个部落全都迁徙到于吾水以北600-700里的兜斜山。于吾水即今天的土拉河，发源于狼居胥山，流经乌兰巴托市以南，注入鄂尔浑河。最后，葫芦孤亲率精锐骑兵渡过姑且水，迎战汉军。姑且水即图因河，流向蒙古国的车车尔勒格以南。匈奴已做好准备，汉朝大军也已到达匈奴，最先到达的是商丘城率领的大军。可他到达预定地点后，并没有发现匈奴的大军，于是便准备按原路返回。可是他没有发现匈奴，匈奴对他的动向却是了如指掌。见汉军准备撤走，葫芦孤立即命令匈奴的大将以及投降过来的李陵，率领3万人前去追击，一直追到俊吉山，终于追上了汉军。于是双方便展开了激战。汉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蒲奴水，也就是今天的翁金河。匈奴发现如果再追下去将于己不利，便收兵而回了。至此，商丘城这边的战役已经结束了。再来看马通这一路，马通的目标是扫平匈奴右边的力量。他从酒泉郡出发，率军挺进了天山。在这里迎战他的是匈奴的大将偃渠以及左右呼之王，他们率领2万骑兵早已等候在这里。可他们发现汉军不仅兵强马壮，而且4万人全都是骑兵，便自知不敌，连忙撤走了。既然匈奴人跑了，马通就派凯陵侯带兵去包围了居师国，俘虏了居师国的国王以及大量的民众，然后返回酒泉郡。就这样，2路大军的战役都已结束，最后一路便是李广利率领的大军了。葫芦孤单于知道李广利要想远征匈奴，必须越过蒲奴水南面的富阳巨山，于是他就派出右大都尉和卫律，率领5000骑兵在富阳巨山的狭窄处提前埋伏好，等待着汉军的到来。可5000骑兵要想阻止住李广利的7万大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李广利只派出2000胡骑，就将匈奴给打败了。匈奴死伤了数百人后，便开始撤退。汉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范夫人城。范夫人城位于今天蒙古国的达兰扎兰加德附近。相传范夫人的丈夫是汉朝的一名将领，他在此负责筑城，可城还没筑完，他就去世了。于是范夫人就继续带人将此城给筑完。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此城命名为范夫人城。匈奴退到这里后，也依然无法守住，只能继续向北逃走。李广利虽然打了胜仗，但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这5000人只不过是前来试探的，真正的主力大军还没有出场的。于是他便开始犹豫，还要不要继续向北去追击匈奴。正当李广利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从长安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原来他们的大军出征后，长安城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上奏汉武帝，丞相刘屈毛的妻子请了巫师蛊惑汉武帝，同时还告密说刘屈毛和李广利还曾向神祈祷，希望昌邑王刘破能被立为太子。汉武帝看后大怒，立即将刘屈毛治罪并处以腰斩。刘屈毛的妻儿也在长安城的华阳街被斩首，同时还连带李广利的妻儿也被捕入狱。得知此消息后，正在指挥大军的李广利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他军中的院吏胡亚夫前来劝他，依现在的情况，李广利回到汉朝也难逃一死，那还不如直接投降了匈奴。可李广利觉得，如果他现在投降，无疑是加速了他妻儿的死亡，情况只会更惨。唯一的办法只有立功赎罪，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于是他便不再犹豫，只能去找匈奴的主力去决战了。可是立功心切的他根本顾不得考虑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也不做详细的战略部署，完全是以数万汉军的生命为赌注，开始一场豪赌。当他率领大军来到置居水附近的时候，匈奴大军早已撤走。于是他便命令护军率领2万骑兵为先锋，强渡置居水，然后继续向北搜索。半路上，他们就遇到了匈奴所贤王的军队，双方便展开激战，汉军大胜，并且斩杀了匈奴的左大将以及众多的匈奴士卒。正当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李广利军中的长史和回阙侯却在秘密地策划兵变。他们觉得李广利是准备以全军将士的生命安危为代价，为他自己立功赎罪，到时候必然会招致大败。为了能阻止他继续冒险，只能强行将李广利给扣押起来，然后班师回朝。可结果他们策划的方案还没开始施行，就被李广利给发现了，长史也就被砍了头。可通过这次事件，李广利也意识到，如果再继续下去，军心会越来越不稳，难免会再次发生骚乱。于是他便率军从置居水向南撤退，一直退到了燕然山附近，也就是现在蒙古国的杭爱山一带。然而李广利这个不正常的军事行动却引起了葫芦姑的警觉，他亲自率领5万骑兵去追击汉军，汉军被打得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至此，李广利已经是进退两难了。本身他的指挥能力就很平庸，再加上此时又立功心切，已完全丧失了战场上非常必要的警惕性。匈奴则趁其不备，到了夜晚就开始在汉军的军营前悄悄地挖掘了一条数尺深的壕沟，然后从后面对汉军发起突然袭击。汉军出营抵抗，才发现军营前有一条深沟，已经是进退不得了。于是军心大乱，斗志全无，再加上连日的苦战和奔波，已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遭到了惨败。就这样，7万大军或死或降，已全部葬送在了李广利的手中。李广利也兵败后投降了匈奴。至此，这场战役以汉军的惨败而告终。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怒，将李广利的妻儿以及一家老小全部砍杀。而李广利投降后，受到了单于丰厚的奖励。他不但把女儿嫁给了李广利，而且对他的尊崇更是超过了在匈奴经营多年的卫律，这让卫律非常的不满，一心想要除掉李广利。1年后，单于的母亲生病，卫律则趁机买通了巫师。他让巫师告诉葫芦姑，当年居低侯去世前曾发下誓言，一定要杀了20将军李广利祭天。可现在李广利就在身边，而单于却并没有杀他，所以才导致单于的母亲生病。公元前89年8月30日，葫芦姑听信了巫师的话，捕杀了李广利，并用他的人头祭奠了神灵。就这样，本想屈辱偷生、苟安于世的李广利，最后却遭到了如此可悲又可耻的下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前89年正月，汉武帝下诏要前往东莱郡求仙问药。东莱郡的治所在叶县，即今天的山东省莱州市。可是当他们来到东莱，准备要驾船出海时，天气却突然恶化，海上刮起了风浪，无法出海。等待了10几天，天气依然无法好转，汉武帝只好下令返回。在回来的途中，他们途经了泰山。3月29，汉武帝再一次登上泰山，进行了他一生当中的第6次封禅，当然也是最后一次。6月，桑弘羊和田千秋等人联合上书，请求在西域的轮台地区屯田开垦，但是遭到了汉武帝的否决。同时，汉武帝召见群臣，追悔了自己之前的过失，下令遣散方士，停止了求仙问药，并向天下认错，这便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他除了总结自己的过失外，还对今后的战略做出了调整。他表示，现在最为要紧的，应当是禁苛暴、止善富、利本农，指出了安定生产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汉武帝便停止了对外用兵，将丞相田千秋封为了富民侯，表明了要休养生息的决心。又任命赵国为搜素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的农具，以发展生产。公元前88年，马和罗和马通准备刺杀汉武帝，原因是当年江充逼反太子刘据的时候，马和罗和马通都是江充的同党。马和罗的职位是侍中仆射，
他的弟弟马通就是上期我们讲到的率军前往天山攻击匈奴右边力量的大军主将。可是后来由于田千秋的上书，汉武帝也意识到太子刘据是被冤枉的，于是他非常的悔恨，下令修建了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台以祭哀思。然后又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负责调查参与巫蛊案以及陷害太子的大臣。此时江充已死，但汉武帝非常的痛恨他，恢复了从文帝时期就已废除的彝族之刑，灭了江充三族。这时马通和马和罗感到了恐惧，便铤而走险，准备刺杀汉武帝。然而他们在行刺的过程中被金密堤发现，金密堤及时赶到，揪住了马和罗的脖子，将他摔倒在殿下，然后侍卫们将他给捆绑了起来，阻止了这场刺杀行动的发生。同年，李广利的外甥昌邑王刘破去世。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病重。这时有望记者说，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之气，于是汉武帝便派人将长安城26个关狱中的犯人，无论罪过轻重，一律杀掉。而这时已故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就关押在长安城的监狱里，但由于丙吉的极力阻止，才使刘病已幸免于难。之后汉武帝的病情继续恶化，他也意识到自己快要不行了，必须要赶快确立太子。可是立谁呢？汉武帝一共有6个儿子，有3个已经不在人世了，分别是太子刘据、齐王刘弘以及昌邑王刘破。剩下的3个分别是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以及7岁的刘弗陵。刘旦是在世的皇子里年龄最大的，他能言善辩，博学多才，而且门下的优势甚多。刘胥是刘旦同母的弟弟，他力能刚鼎，空手能与野猪和狗熊搏斗。刘弗陵最小，现年只有7岁。最先被排除掉的就是刘旦。当年太子刘据自杀后，他就开心得不得了，主动要求进入长安宿卫。可他的这个意图太过明显，让汉武帝非常的生气，不但拒绝了他入京的请求，还派人去调查他，最后被削去了3个县，以示惩罚。至于刘胥，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而且做事还总是没有法度，也被排除在外。最后就只剩下了7岁的刘弗陵。2月12日，汉武帝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由于刘弗陵年纪太小，为了防止汉朝再次出现后宫干政，汉武帝便下诏处死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2月13日，汉武帝拜霍光为大司马监大将军，金密堤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同时让他们共同辅佐幼主刘弗陵。2月24日，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他7岁被立为皇太子，16岁继承皇位，共在位54年。对内，他颁行推恩令，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他重用卫青和霍去病，多次远征匈奴，迫使匈奴迁徙到了漠北。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他布局一阁，录用人才，提拔有才之士。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改革币制，实行盐铁官营等制度。3月，汉武帝被安葬于茂陵。茂陵位于兴平市东北12公里处，是汉代所有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陵墓。之后，刘弗陵即位，即汉昭帝。此时，刘弗陵只有7岁，还无法亲政，于是所有的朝廷政务都由4名辅政大臣商议决定。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下这4位重臣。第一位是霍光。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当年，霍仲儒以县里一个小吏的身份到平阳公主的家里服役，期间他便与卫子夫的2姐卫少儿私通，生下了日后成为旷世军事天才的霍去病。服役完毕后，霍仲儒就回了老家娶妻生子，又生下了日后成为天才政治家的霍光。霍仲儒自从离开平阳公主家之后，就与卫少儿彻底断了联系，导致霍去病直到成年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直到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第一次征伐河西走廊的时候，才与霍仲儒父子相认。开学后，他又再次拜访了霍仲儒，并把10多岁的弟弟霍光带到了长安。之后，
霍光便跟随在了汉武帝的身边，被任命为郎官。因为他做事从容稳健，又升迁至曹官和侍中，直到被任命为大司马兼大将军，成为整个大汉王朝最具实权的人物。第二位是金密堤。金密堤并不是汉人，而是原来休楚王的太子。我们之前讲过，霍去病2次征伐河西走廊后，休楚王和浑邪王便相约要投降汉朝。可最后休楚王却临时反悔，被浑邪王给斩杀了。于是作为休楚王的太子，年仅14岁的金密堤就沦为了官奴，负责在宫中养马。他的名字也是后来改的，他本身并不姓金，之所以姓金，是因为霍去病当年抢走了休楚王的祭天金人，于是汉武帝便给他赐了金姓。就这样，他一直负责养马，直到有一次汉武帝带人去跃马助兴的时候，才发现了他。当时数十名马夫牵马走过的时候，都会偷偷地窥视汉武帝身边的后宫佳丽，唯独金密堤对这些佳丽们视而不见。而且他养的马最为膘肥体壮，深受汉武帝的喜欢。后来又了解到他原来是休楚王的太子，于是汉武帝便封他为马监，之后又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密堤有2个儿子，汉武帝都非常喜欢，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耍。有一次，金密堤见他的儿子都骑到汉武帝的脖子上了，就非常的生气。他的儿子见金密堤的脸色不对，也很害怕，就不敢跟汉武帝玩了。汉武帝连忙对金密堤说：“小孩子嘛，何必跟他们较真呢？”后来他的儿子长大后仍然无所顾忌，有一次在大殿上与宫女们戏闹，恰好被金密堤给撞见了。于是回家后，他便将自己的儿子给杀了。汉武帝得知后大怒，质问他：“你凭什么要杀了我的弄儿？”金密堤说了缘由后，汉武帝一时无语，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此后便对金密堤更加的看重，直到被封为了车骑将军。第3位是上官桀。上官桀是陇西郡上归人，也就是今天甘肃省天水人。在李广利西征大渊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他。他率军战败了玉成王，并一直追到康居国，直到逼着康居王交出了玉成王，才罢兵而回。他曾做过羽林七门郎、未央旧令、侍中、太仆，直到左将军。第4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河南洛阳人，他13岁的时候就因为精于心算而闻名于洛阳。后来因为长期在汉武帝的身边伴读，便与汉武帝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并逐渐成为了汉武帝的得力助手。当时为了应对因为战争而造成的财政亏空，汉武帝接受了大商人孔瑾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开始实施盐铁官营。此后数年，他又陆续参与了甲民公田、筑五铢钱、西北屯田等事务，直到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在这4位辅政大臣里，按照汉武帝的遗诏，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其他3位则都属于他的副手。霍光为人稳重少言，从容谨慎，他每次进出宫廷和下殿出门时，停步和行进的地方都是固定的。根据郎官和仆射在暗中记录和查看，竟然每次都不差分毫。当时霍光与金密堤和上官桀都有联姻关系，金密堤和上官桀的儿子都分别迎娶了霍光的2个女儿。可是1年后，金密堤去世，辅政大臣就剩下了3位。此时作为丞相的田千秋一味的谦让，不敢与霍光对抗。上官桀和桑弘羊也无法独自抗衡霍光，于是所有的朝廷政令就都由霍光独自决断，大权独揽。那么他是如何辅佐皇帝以及对付大臣们的？为什么称他为天才政治家？我们下期继续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